陈浩，你看看现在几点了？9:05。就因为你这5分钟，公司要承受多大损失？我的团队里怎么有你这种没有时间观念的人？王总，今天全程暴雨，路是一路趟水过来的。我不想听任何借口。按公司规定，迟到1次扣1天工资，但你是核心员工，就更应该被当作典型。你今年的年终奖总计20万，全部取消。20万！20万，那是父亲的手术费。这是公司规定，明白了吗？好的，王总，我明白了。明白就好，现在滚回座位上去。忍，不是认输，是在等一个时机。陈浩，你干什么去？大家都在加班，你手里的项目有多紧急，你不知道吗？王总，下班了。今天的任务清单我已经全部完成，按照规定，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一步试试？陈哥走了，我们今晚又要熬到几点？爸，我下班了，回家给你煮面。爸，手术的钱我会想办法，你安心养着。好，爸听你的。次日清晨，我提前2小时出门，精确测算了每一条路线，最终在8点59分55秒踏进办公室，完美打卡。王兰死死盯着我，眼神里全是警告。我视若无睹，拉开椅子坐下，开始敲代码。陈哥现在只认任务单，我的代码依然无可挑剔，但我这个人变了。陈哥救命，这个 bug 很急，你顺手帮我解决一下呗。不好意思，我的任务里不包括这个。王总教导我们讲规矩，你随便找我帮忙，流程上是不合规的，请联系 IT 部门或者提交工单。趁着没人打扰，我开始疯狂地写文档。我把过去3年存在我脑子里的所有项目细节、处理逻辑，一字不差地写进了共享服务器里。为了保证合规，我甚至故意用了极度啰嗦的注释和古早的域名风格。我正在将我这个灵魂从公司的核心项目中一点点剥离。我的按章办事彻底惹恼了王兰。陈浩，你最近怎么回事？下午，王兰终于按耐不住，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别跟我耍小孩子脾气了。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让我把20万还给你？王总，您多虑了。我是在用实际行动拥护您的管理。您强调规矩，我就讲规矩，准时上下班，不闲聊，不浪费公司1分钟。我想，我应该是您最理想的员工吧。好，很好，希望你能一直这么敬业。谢谢王总夸奖。时间流逝，再次逼近下午6点。我准时保存代码，备份服务器。就在我准备下班时，负责对接客户的产品经理火急火燎地冲进了办公区。陈哥别走，出事了！假客户的系统崩了，他们老总电话打到王总那儿了，指名道姓要你立刻解决。假客户是公司最大的金主，这个问题除了我，没人能在短时间内搞定。我就不信这次你会袖手旁观。陈浩，听到了吗？假客户系统问题，你必须马上解决，今晚就算通宵也要给我搞定，这是命令。王总，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01分，我的工作时间
已经结束了。你说什么？我说我下班了。根据劳动法和公司制度，处理紧急线上事故属于加班，请先提交加班申请，您签字上报总经理审批，等流程走完，我立刻回来工作。哦，对了，加班费请按2倍计算。陈浩，你这是在要挟公司，丢了这个单子，你负得起责任吗？维护客户关系是管理层的责任，不是我的。我的责任是在工作时间内完成本职工作。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说完，我在全公司震惊的目光之中，潇洒转身离去。这场战争正式打响。离开公司后，我没有回家，而是走进了一家咖啡店。点开招聘网站，我开始更新简历。20万没了，父亲的手术费不能等，我必须找好退路。至于假客户的系统，那是一个我早就发现的隐患，因为项目太赶，一直没彻底重组，其他人去修，至少要花3-5倍的时间，足够让客户的怒火烧破天际。现在回公司，我给你3倍加班费。晚上9点，电话开始疯狂轰炸，产品经理的、同事的，我统统挂断。最后，屏幕上跳出了王兰的私人号码。陈浩，你现在立刻回公司，我给你算2倍加班费，不，3倍。假客户老总下了最后通牒，12点前不恢复就启动索赔。王总，加班申请总经理签字了吗？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这个点，总经理早休息了。算我求你，你先回来解决问题。公司的损失就是我们大家的损失啊！抱歉，王总，您教我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的20万被扣时，您怎么没提大家的损失？另外，非工作时间骚扰员工，我会保留证据向投诉。那一夜，我调了飞行模式，睡了3年来的第一个8小时好觉。而公司的技术部里灯火通明，人仰马翻，使用极其笨拙的方式恢复了系统，但数据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错乱。第二天，我依旧准时打卡上班。陈浩，你小子真行啊！第二天，我依旧准时打卡上班。一股浓重的劣质咖啡味混杂着熬夜后的酸臭味扑面而来，整个技术部死气沉沉，键盘声稀稀拉拉，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随时会引爆的怪物。早啊，老李。陈浩，你小子真行啊！昨晚真就硬生生关机1晚上。你知不知道咱们部门昨晚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啊，我下班后就把工作手机设成飞行模式了。劳动法规定，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怎么出事了？假客户的系统全线崩溃。昨晚王总军官像疯了一样，把我们全叫回来通宵排查。硬生生熬到凌晨4点，才勉强用笨办法把数据回滚了。但是数据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错乱，那确实挺遗憾的。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我的下班时间。王兰，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假客户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摇钱树。你知不知道为了平息他们的怒火，公司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不仅赔偿了一大笔违约金，还承诺未来1年的服务费全部打6折。张总，这是个意外，是底层代码逻辑的遗留问题，而且昨晚事发突然。我不想听任何借口，出了事就是你的责任。如果再有下次，直接卷铺盖走人。我的亲哥哎，你还敢跟他对视？假客户这波索赔，相当于把咱们部门大半年的利润全搭进去了。王总现在肯定把你恨到骨子里了。恨我？代码是公司让写的，下班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行了，干活吧。接下来的整个上午，我都像个没事人一样，专注地处理着手头的日常任务，写代码。下午一纸针对我的奇葩规定推行了。下午，工作大群里突然弹出了一条全体成员必须回复收到的通知，是一份新规，关于强化奋斗者文化制的实施细节。内容写得冠冕堂皇，大意是严厉批评了近期部门内部准点下班等懒散行为，认为这严重违背了公司的奋斗者文化。加班可以换取积分，积分可以用来弥补迟到、早退等小过失。这都什么奇葩规定？加班换积分抵扣罚款，这不就是变相强迫大家无偿加班吗？陈浩，这明摆着是冲你来的啊，让你觉得不加班就是公司的罪人。陈哥，你打算怎么办？能怎么办？到点下班。因为那份新规的发布，整个办公区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压抑感。
陈浩，你别这样，王总明显是针对你，你再这样下去，他肯定会想办法开除你的。开除我，那就更好了。我正好拿着 N+1的赔偿金，回家给我爸治病。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现在以不加班为由无故辞退我，公司不仅要支付高贵的赔偿金，假客户留下的一堆烂摊子更是无人能收场。王兰拿我没办法，只能将我的工作强行指派给其他人。我要让王兰明白，当一个员工对公司彻底失望，不再对未来抱有任何幻想时，所有的话题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他可以用制度压我，我也可以用规则反击，可他绝对想不到，我留下的那些代码将成为接手者的噩梦。接下来的一周，公司陷入了一种极其诡异的氛围。我每天准点来，准点走，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精准钟摆，而身边的同事们则在王兰和加班积分的诱惑威压下，被迫开启了极其疯狂的内检模式。因为我严格按章办事，我负责的核心项目进度开始严重滞后。王兰见我软硬不胎，试图将我的工作分给其他人。刘亮，假客户这边的系统优化，你来接手。好的，王总。然而，王兰很快发现这根本行不通。第二天下午，刘亮就崩溃了。陈浩，你这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我按你的文档改了一个数据接口，结果整个模块全报错了。刘亮，你仔细看我上传到共享服务器的文档了吗？我看了，但你那文档写的太繁琐了，每一步都写明了极其复杂的逻辑和原因，我根本不敢轻易改动，生怕牵一发而动全身。规范化留案，写的详细点什么错？你管那叫详细？这根本没法做啊！改一个地方，10个地方报错，感觉我们不像在开发，像在考古。其他接手工作的同事也纷纷哀嚎：陈哥，你这命名也太离谱了！你给变量起名叫 temp888，给核心函数叫 fix me now， 我改一行报错10行，这人是恶魔吗？我在文档里故意用了极其啰嗦的注释和古早的溜名风格，把原本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吵什么？遇到点技术困难就大呼小叫。王总，真没法接手啊！陈哥留下的代码和文档耦合的太死了，这进度根本赶不上。各位，5点55了，我准备保存数据下班了。祝大家排雷顺利。为了彻底踩死我，王兰在周会上搞出了一出公开处刑。周一上午，部门例会，加班积分排行榜上，流量老李们几十积分，而陈浩的名字被鲜红椒列在最下方，积分挂着一个0。上周实行积分制，大家都展现出了拼搏精神，但我非常痛心的看到，依然有完美员工毫无集体荣誉感，积分挂0，这种行为是部门的毒瘤。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陈浩身上。王总，我的任务清单100%完成了，0分，只能说明我工作效率高。王兰被噎得焦头烂额。几次想找我谈话发作，但都拉不下脸，只能用更严厉的训斥来压制底下的声音。但他没料到反作用力来得这么快，私底下同事们开始暗中反击。既然陈哥写啰嗦注释没事，咱们也这么干。于是可怕的跟风现象出现了，大家为了赚加班积分，开始在代码里疯狂注水。有人模仿我写啰嗦屏幕，结果代码行数翻倍，JIT 提交记录活脱脱像是一本忏悔书，系统运行效率直线下降。王兰气得每天在办公室里摔文件，却抓不到任何人的把柄。就在部门内部乱成一锅粥时，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公司的另一个核心项目乙项目马上就要面临中期演示了。与甲项目不同，乙项目采用了大量的尖端技术和前瞻性架构，很多关键模块的设计思路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因为保密级别极高，我根本没有在公司服务器上留下太多详细的文档。现在我每天只投入固定的8小时，到点就走，雷打不动。项目组的其他成员面对那些复杂的底层代码，就像看天书一样寸步难行。王兰意识到了严重性，开始在会议上旁敲侧击。乙项目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某些员工不要以为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以跟公司谈条件，离开了平台，你什么都不是。对于这些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甚至开始在上班时间研究起了扎挖爬虫，写桥本自动抓取招聘网站的职位。王兰的耐心彻底被消灭，见来硬的不行，她开始给我穿小鞋，派给我最繁琐、毫无技术含量的杂活。陈浩，去把这几年的项目文档重新整理一下。好的，王总。陈浩，楼下新服务器到了，你去跟行政部一起搬机房去。面对这些刁难，我照单全收，整理文档，我写个脚本，一个标点都不错。搬服务器
当锻炼身体了。搬服务器时，我专门拿出一份免责协议让行政妹子签字，员工自行搬运，风险自负。妹子看着重型设备，当场吓哭。陈浩，去给宣传部写个 H5 小游戏，下班前就要。我毫不废话，花了2个小时搞定。只不过我用了最丑的颜色和字体，游戏上线后被用户狂喷向98年网页，王澜被迫连夜下架。我不仅干了，还干得挑不出任何毛病，让王澜的拳头彻底打在了棉花上。另一边，因为我被抽调去干杂活，乙项目的进度彻底停滞，项目组成员崩溃了，跑到我工位贴满便签，求陈哥开恩。我视而不见，将这些便签一张张收集起来，准备留作职场的证据。距离乙项目中期演示只剩最后3天，高高在上的王澜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他咬牙切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王总，核心算法还是跑不通，离中期演示只剩3天了。去把陈浩叫进来。王总，有工作请直说。陈浩，之前扣你奖金是我不对，我太冲动了。我一个女人带团队不容易，你多体谅。我妈拉扯我长大，也没扣过我压岁钱。只要你这周末带队加班搞定演示，我向公司申请把你的20万补发给你，不，25万。25万，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吗？事急从权，只要演示过了，我用我总监的信誉担保，绝对少不了你的。您的信誉，在我这里已经被清零了。王总，在您看来，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把钱要回来吗？面对翻倍的25万奖金和我爸急需的救命钱，我会向这块画出来的大饼低头吗？王总，恐怕要让您失望了。陈浩，25万还不够，你别得寸进尺。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每天上满8小时的班。你耍我，陈浩！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信不信我现在就开了你？好，请马上开除我。根据劳动法，无故辞退员工需要支付 N+1的经补偿。我403年月薪3万5 ，N+1正好是14万，这笔钱也够我爸做部分手术了。我在这儿等着，他根本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开除我。乙项目立刻宣告死刑，双那边追责下来，他10个总监都不够。你怎么不开除了？滚出去！各位，这位是集团总部派来的技术专家。由于陈浩工作态度消极，严重拖慢进度，经公司决定，即日起将陈浩彻底调离乙项目组。不过大家放心，公司已经花重金请来了业内顶尖的星辰技术团队，由他们全面接管乙项目。星辰团队，王澜，你来说。不仅如此，陈浩因为个人情绪恶意拖延国家级项目，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法务部正在评估金额，准备起诉索赔。陈浩，你等着收律师函吧。王总，问个事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请问律师函走 EMS 还是顺丰？我想选个能保价的。周围的同事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同情变成了避之不及的恐惧。陈浩，装什么大尾巴狼呢？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失望？我早说过，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指纹擦干净点，免得脏了接手人的手。你就嘴硬吧。那个索赔50万的律师函，明天就会寄到你家，我要让你倾家荡产。慢走，不送。陈先生你好，我是星辰团队的负责人刘峰。有事儿。久仰大名，我们刚接手乙项目，发现架构极其精妙，不知陈先生今晚能否赏脸吃个饭？咨询费好说。吃饭就不必了，不过有句话我得提醒刘总。乙项目的加密密钥是用我爸的身份证号结合我的生物识别生成的，每24小时自动重置。也就是说，没有我的指纹和面部识别，你们的人连测试环境的门都进不去。
你们公司的高层也是够蠢，连这种技术细节都没交接清楚。我们星辰团队的硬实力，业内都是清楚的。就算您的动态生物民药再复杂，如果我们强行破解，这层壳恐怕也撑不了太久吧。破译，刘总，你大可以去试试，但你猜猜，我为什么特意来提醒你？刘总，强行破解的后果您比我清楚，一旦触发自毁程序，星辰团队的招牌可就彻底砸在这个项目里了。他眼中那一丝试探和侥幸彻底消失。陈先生，受教了，这趟浑水，我们星辰坚决不淌，咱们后会有期。刘总，顺便替我向王总问好。王总，乙项目的合作到此为止，剩下的你们自己收拾。刘总，怎么突然要终止合作了？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了合同的，好端端怎么突然就不干了？是不是觉得定金比例不够？定金？王总监，你哪怕给我10倍定金，这活我也接不了。你们高层连项目里有什么隐患都不知道，就敢让我们星辰来接盘？什么隐患？不就是陈浩留下的那点代码吗？那只是一点小问题，我们马上就能修复。小问题，王总监。陈浩在系统底层设置了动态生物识别密钥，没有他本人的指纹和人脸，我们连测试环境都进不去。你管这叫小障碍？生物密钥，他不是说只设了密码吗？去你的密码！定金连夜就退，剩下的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今天精神不错啊，那可不，我儿子现在天天准时下班陪我，我这病都好了一大半。快来，今天这小品贼逗。爸，手术费我已经有眉目了，您安心养着，等做完手术，我还指望您给我做红烧肉呢。没问题，到时候老爸给你露一手绝活。既然原公司想把我赶尽杀绝，那我就换个更大的战场。陈哥，你被调岗了。陈哥，你看通知没？你被调到行政部做文档整理了，办公桌都给你搬到角落了。挺好，清闲。听说了吗？星辰团队连夜撤离了，连定金都退了。我就知道。大家看我的眼神，从怜悯变成了极度的恐惧，仿佛我是个碰不得的灾星。下午2点，王兰终于现身了。陈浩，签字，立刻滚蛋！王总，您这离职协议写的真专业，可惜忘了走流程。按照劳动法，无故辞退需要提前30天通知，或者支付代通知金。您这份协议不合法。你还敢跟我提劳动法？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设的技术陷阱，乙项目黄了，公司要赔3000万违约金，我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赔多少钱是公司的事，我每天准时上下班，所有代码提交都有日记，欢迎随时审递。你以为我不敢报警吗？你这就是职务犯罪，我要让你坐牢！王总，您当然可以报警，但请先准备好证据，比如您昨晚凌晨3点登录系统试图破解密钥的日志记录，我都保存得清清楚楚。张总，陈浩他涉嫌破坏公司核心资产，我正准备报警。报你个头啊！闭嘴！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那边打电话问责了，项目班主任亲自点名要见陈浩。可他已经被我辞退了。谁允许你辞退他的？出了事你担得起吗？陈浩，陈哥，千错万错都是公司的错，你先别走，乙项目还得靠你，咱们有话好好说，条件你随便开。张总，我已经收到王总监的无偿辞退通知了，索赔50万的律师函还在我兜里呢。我现在是待业青年，我根本没签字，不算数。张总话音未落，门肘发出低沉的响声。请问哪位是陈浩同志？我们是市智慧园区项目办的，需要你配合解释一下数据安全部分。领导好，我是陈浩，不过我已经不在项目组了，这是早上的调岗通知，我现在是行政部的文档管理员。误会，领导，这纯属误会，这是临时调整，马上恢复原职。临时调整，后天就是中期演示。你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把总负责人调走，数据安全怎么保障？领导，您别急，权限我已经完全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移交给了王总监，邮件记录在这里。王总监是吧？
既然权限交给你了，为什么项目进度全面停滞？王总监，请你解释一下。我打不开那个压缩包，他设了密码，故意刁难我。陈浩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你明天亲自到项目办做技术汇报，不能出任何差错。领导，汇报没问题，但我现在不仅被调岗，王总监刚刚还给了我一份辞退协议，我以什么身份去汇报？出门还需要走流程呢。走什么流程？我批了！陈浩，你现在立刻恢复项目负责人身份，所有资源优先保障，公司给你配专车接送。王总，我没有刁难您，我只是以为那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密码。那封邮件附件的解压密码是您的生日，可惜您连试都没试过。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公司，带着电脑直接打车去了智慧园区项目办。一进宽敞的会议室，项目办主任赵工就迎了上来。他是个50多岁的老工程师，做事雷厉风行。小陈来了，快坐。我们技术组昨晚连夜看了你的文档，架构设计非常前沿，逻辑也很严密。但就是这个密钥问题，让我们很担心。公司说你没交接清楚。赵主任，您看这里，这个加密算法是我基于我爸的身份证号加上项目启动日期生成的动态种子，每24小时重置一次。仅仅是密码，还需要配合我的面部和指纹双重生物辩证。一旦有人试图破解，系统会自动锁定。思路很新兴，安全性确实高，但公司那边通报说你被调岗，不配合工作，密钥移交不完整，这可是国家级项目，数据不能有任何闪失。赵主任，您看，昨天凌晨我已经把权限和解密说明全部发给了王总监，附件是加密压缩包，密码就是他的生日。王兰的生日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没打开。他连试都没试，就一口咬定我在设陷阱，被王兰辞退，还甩给我一份无偿辞退协议，简直是胡闹！这么重要的项目交接，居然当儿戏！领导，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只是个打工人，公司要赶我走，我总得按规矩留个底。既然你来了，现场把系统跑一遍吧。我走上前，将电脑连上大屏幕，伸出手指按下指纹识别器，同时看向摄像头进行面部扫描。一声清脆的提示题响起，密钥瞬间解锁。大屏幕上原本死锁的系统数据如瀑布般流畅运行起来，各项测试指标全部飘绿，完美达到国家安全标准。好，小陈，你这技术水平，公司把你调去干行政，简直是暴殄天物。主任，说实话，我也不想闹成这样。我爸心脏病急需手术，刚做好的20万年终奖，因为暴雨迟到5分钟，被新来的总监全扣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只能按规矩办事。赵主任听完沉默了2秒，脸上的怒意更盛了。他直接抓起桌上的座机，拨通了我们公司总经理的电话。老张，我是赵建国。你们公司这是什么管理？这叫严重的人才流失，你知不知道？赵主任，您息怒，这绝对是个误会。陈浩这样的骨干你们不珍惜，我们项目办要借调，程序我马上让人走起来。别，使不得啊，赵主任，我这就让他恢复原职，奖金我双倍补发，50万马上兑现。赵主任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转头笑着看向我。小陈，听到了吧？他们现在不敢动你了。不过你要是愿意，想不想直接来我们这儿干？下午我打车回到公司，刚走进大堂，就看到张总满头大汗的迎了上来。陈浩，你可算回来了，年薪翻倍，奖金50万立刻兑现，还有一套市中心的房子作为安家费，你现在就签字，马上生效。王总，您教过我，凡事要讲规矩。现在规矩回来了，您得学会适应。张总，我需要3天考虑时间。考虑？还考虑什么呀，陈浩？条件不满意我们再加。
我这3天要请年假，我爸的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再拖了，我要带他去医院复查。准，全准，别说3天，1周都行，车票我全额报销，医院我来帮你联系。协和医院的心脏科主任是我老同学，我今天就给你爸安排最好的病房。陈浩，对不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大人有大量，别跟公司过不去，算我求你了，行吗？我看着他，只觉得无比可笑。王总，现在道歉晚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20万本来就是我该拿的血汗钱。我没接张总手里的那份合同，转身走出了大堂。接下来这3天，我要彻底从这趟烂泥里抽身。我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不是什么过错都能用钱来弥补的。这3天里，张总果然说到做到，把我爸安排进了最好的病房，做了全面的术前检查。3天后，市智慧园区项目办，赵主任将一份印着红头文件的协议递到我面前，笑着递给我一支钢笔。我深吸了一口气，拔出笔帽，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签下的是项目办的正式借调协议，年薪50万，解决正式编制，5险1金按市里的最高标准缴纳。这份协议一旦生效，意味着我彻底跳出了那个乌烟瘴气的资本圈子。哇，真的哇！消息传回公司，听说直接炸了锅。陈浩，之前的事儿是公司对不住你，这是补偿金和奖金，你务必收下。你项目后续的交接还得麻烦你多费心。张总，交接我会按流程做好，这笔钱让财务直接公对公，打进我爸在医院的手术账户里，多1分我不要，少1分不行。好，好，好，马上办。陈浩，我可以走了吗？走吧，王总，记得以后别再随便扣别人的血汗钱，那不是奖金，那是命。范总监，手术非常成功，您父亲恢复得很好，明天就能办手续出院了。谢谢大夫，真是太感谢了。压在心头半年的石头终于落地，那笔50万的安家费彻底填平了手术和后续康复的所有费用，我爸这条命算是稳稳地保住了。陈总监，这是我们公司这周的开发进度，您过目看看哪里还需要调整。张总，上周的代码质量检测，你们有多项指标不达标，这是在糊弄谁？是，一定整改，绝不耽误进度。我回去一定狠抓质量。陈总监，您放心。他怕极了我，生怕我一句话就断了他们公司的财路。陈哥，刚泡好的茶。10几个曾经并肩作战的技术骨干，全都在我入职后跟着跳槽过来了。跟底下兄弟们再说一遍，咱们团队实行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到点下班，谁敢无故加班，直接扣个月绩效。放心吧，陈哥，大家都记着呢。兄弟们现在干劲儿十足，休息足了，代码效率比以前翻倍都多。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一个普通的周二早晨，平静的水面被彻底打破。一封没有发件人地址的匿名邮件，悄无声息地躺在了我的收件箱里。周二一早，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电脑右下角弹出一封匿名邮件，没有正文，只有一个巨大的压缩包附件，标题赫然是6个大字：以项目炫马全集。点开邮件，里面只有一句极其嚣张的留言：陈浩，你以为跳槽就安全了？游戏才刚开始，你的把戏我一清二楚。小李，马上切断以项目底层服务器的外网连接，快！陈哥，怎么了？有人动了我们的核心代码。我双手在键盘上化作残影，直接切入系统底层进行全面扫盘。屏幕上一行行代码疯狂滚动。半个小时后，进度条卡在了一个废弃的日记清理模块上。
这是什么鬼东西？一个幽灵后门，隐藏的极深。只要到了设定的日期，它就会自动把整个智慧园区的核心数据打包，发送到一个外部服务器。这是赤裸裸的窃取机密。如果核心数据泄露，我这个技术总监第一个要面临牢狱之灾。陈哥，别管那么多了，赶紧去机房拔网线啊！站住！现在拔网线只会打草惊蛇，根本抓不到背后搞鬼的人。面对这个足以毁掉我职业生涯的技术陷阱，如果不拔网线，我还能用什么方法抓住这只隐藏在暗处的毒手？不拔量化线，那数据要是真泄露了怎么办？咱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啊！对方既然想玩阴的，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去，给我倒杯浓茶，今晚咱们俩加个班。金矿内只有屏幕光亮着，陈浩连夜开始编写一个反追踪脚本。陈哥，你这到底是在写什么？一个伪装成系统常规安全更新的水蛭，只要对方一触发数据传输，这个脚本不仅能瞬间阻断数据外传，还会死死咬住对方的连接通道，顺藤摸瓜进行逆向解析。太绝了！这招用魔法打败魔法。我按下回撤键，将桥本静默推送到服务器底层。时间1分1秒过去，屏幕上的进度条从1%缓慢爬升到100%。系统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警报，红色的警告框弹了出来。入侵者的真实 IP 地址被成功锁定并解析完毕。陈哥，这 IP 地址，这不是咱们原公司13楼那个旧服务器的地址吗？没错，看来咱们的老东家真是贼心不死啊。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证据报告推开大门。赵主任，出事了，您看看这个。赵主任翻看报告，脸色难看，惊出冷汗。好险，这要是真泄露出去，就是严重的违规泄密。陈浩，你立大功了。主任，现在不是论功的时候，得赶紧抓人，把隐患彻底拔除。马上行动，通知安全部门，联合外部审查组，立刻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封锁相关网络。下午2点，王兰正坐在工位上补着口红，大门被粗暴推开，一名审查人员冲进来。你叫王兰？是我，怎么了？你的电脑我们依法没收，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技术溯源显示，后门指令通过他电脑发出。王兰被审查员带走。放开我！你们干什么？不是我，我是被陷害的。张总躲在办公室里，大门紧闭，不敢露头。随着调查的深入，事情的真相令人触目惊心。这根本不是王兰单纯的职场报复。小陈，你看看这份内部通报。我翻开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审查组在王兰的电脑里，不仅找到了后门代码，还恢复了大量被删除的资金往来明细。这是一个专门窃取项目数据，高价卖给竞争对手以换取巨额回扣的产业链。王兰不过是个贪图小利、被当枪使的棋子。他们以为你离开后，这套系统就无人能识破，却没想到一脚踢在了铁板上。小陈，现在的系统千疮百孔，随时可能全面崩溃。风暴过后，留下的却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烂摊子。面对高层的死命令，我该如何收拾这个残局？由于王兰和那几个高管的贪腐泄密，乙项目已经被紧急季调，市里高度重视，刚成立了专项小组。赵主任，底层架构已经被他们留的后门污染了，光靠打补丁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我把你叫来了。市领导点名，让你来全权负责数据恢复和系统重构。时间紧，任务重，这个关乎城市未来的几十亿项目，眼看就要毁于一旦了。你敢不敢接？我敢接，但要我接这个烂摊子，我有个条件。你说。我要绝对的授权。第一，人员任命我说了算，谁行谁上。第二，重构系统的预算不设上限，我要调集全国最顶尖的安全设备。
赵主任愣了一下，和旁边的副主任面面相觑。我一个刚借调过来的技术员，张口就要无上限的预算和绝对人事权。陈浩，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了？预算不设上限，这谁敢批？不批也行，那你们另请高明，用常规流程去修一个被恶意破坏的核心系统，最后只能是全军覆没。赵主任深吸了一口气，猛地站了起来。拿笔来！批，全批，特事特办，预算不设上限。人选你随便点，我只有一个要求，把乙项目给我死死守住。您放心，系统丢不了。回到办公区，我立刻召集了小李、阿伟等10几名核心骨干，直接进了绝密机房。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兄弟们，以前咱们在原公司是被逼着996，是被资本家压榨血汗，但这一次，我们是为了国家项目，为了咱们自己的尊严而战。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真正的日夜奋战，不是为了资本家的画饼，而是为了守住技术人的底线。深夜2点，机房内警报声大作。陈哥，外围防火墙遭到不明来源的 DDS 攻击，攻势太猛了，服务器负载快突破90%了。我端着咖啡走到他身后，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色攻击源警告，冷笑了一声。这是那帮花钱买了假数据的公司急眼了，他们想趁我们重建系统最脆弱的时候强行爆破，拿走完整的数据库。那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服务器要倒机了。放他们进来。什么？陈哥，放他们进来，数据就全漏了。让你放就放，把3号虚拟专口的防火墙撤掉，别慌。出于对我的绝对信任，小李咬了咬牙，按下了回城键。看见没？这不是真实的数据库，这是我前2天专门写的一个数据密汪系统。他们偷走的全是我塞进去的垃圾乱码。小李和阿伟愣住了，只要他们敢咬钩，这个密王就会自动记录他们的所有操作行为，生成攻击画像，并顺着他们的通道反向追踪他们的老巢。他们死定了。自投罗网的黑客们浑然不知，他们引以为傲的攻击即将变成送自己进监狱的铁证。3个月后，安全评测现场。这3个月，我们团队吃住在机房。大屏幕上，绿色的进度条缓慢地走到了100%，新系统正式上线。安全专家组的组长坐在操作台前，神情严肃。陈总监，我们开始进行渗透测试了。您请便。整整4个小时的高强度模拟攻击，专家组用尽了各种手段，试图找出系统的破绽。会议室里安静的只能听到敲键盘的声音。终于，组长停下了手。组长看着手中的测试报告，难以置信。完全重写的底层架构，加入了 AI 自学习防御机制，最高等级认证，零漏洞。这是一个固若金汤的系统。会议室内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赵主任激动得眼含热泪，走上台，紧紧握住我的手，对着麦克风郑重宣布：陈浩同志临危受命，以技术保卫了项目的绝对安全，经市里批准，荣立1等功。掌声经久不雪，小李在台下拼命的鼓掌，眼眶通红。我看着台下欢呼的兄弟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场硬仗，我们终于打赢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庄王实木，我坐在旁听席的第1排，静静地看着昔日高高在上的原公司高管被法警押上被告仪。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实权张总，此刻面如死灰，再也没有了指点江山的傲气。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并试图窃取、泄露商业机密，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王兰作为执行者和从犯，协助植入木马程序，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转过头，隔着10几米距离看到了旁听席上的我。他惨白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但我看懂了他的口型。对不起。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嚣张跋扈，只有无尽的悔恨和绝望。但我没有回应他，只是平静地站起身，转身走出了法院。走出大门，阳光刺眼，这场始于迟到5分钟的风暴，终于彻底画上了句号。耗子，快看这大阳台。那30万的国家人才补助刚好够这套房子的首付，把这房子买了，留着给你结婚用。
妈，我不急，我得先把手底下的团队带好。我爸恢复的极好，现在天天在公园跟大爷们杀象棋。那段为了20万奖金被王兰肆意践踏尊严的日子，彻底翻篇了。小李，把这条规定发到所有人手里。全员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6点之后断网断电，禁止无故加班，违者扣除当月绩效。没错，我要的是效率，不是磨烟工。陈哥，你这规定要是放出去，简直是行业的活菩萨，兄弟们现在干劲十足。然而，在习惯了996和狼性文化的互联网圈子，我的8小时底线很快就引来了极其猛烈的行业反扑。各位，27建设的合作底线我只强调一条：凡是参与项目的供应商必须保证驻场员工的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拒绝一切无意义的疲劳加班。这怎么可能 ？IT 行业不加班喝西北风啊！陈总监这是想当然了吧？陈总监，您在体制内待久了，怕是不懂外面的行情。在 IT 行业搞8小时工作制，那叫养老。我们瑞光实行的是单休制，每天拼12个小时，这才叫狼性。您这规矩简直是个笑话。靠疲劳战术堆出来的代码，往往千疮百孔。真正的效率来源于专注，而不是靠耗时间熬苦。陈总监，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996哪来的产出？既然您这么自信，敢不敢跟我比一比？比什么？27工程的核心数据库迁移分为 A、B 2个镜像模块，我们瑞光接 A 模块，你们项目办内部团队做 B 模块。半个月为期，如果你们这群每天按时下班的大爷能比我们狼性团队做得快、做得好，我瑞光科技以后在园区绝口不提加班2字。如果你们输了，请陈总监当众收回那些不切实际的8小时规定。陈哥，别冲动。AB 模块工作量极大，半个月的话，如果不加班，每天的工作强度会非常恐怖。好，我接了，但输的人不仅要闭嘴，还要把手头所有的技术专利向园区无偿开放。好，一言为定。陈总监，准备好认输吧。接下来的半个月，智慧园区的2栋办公楼呈现出极其极端的对比。对面瑞光科技的大楼每晚灯火通明到凌晨2、3点。兄弟们加油干，今晚逍遥我包了。而我们这边画风截然不同。每天下午6点整，所有人保存代码，下班谁也不准再碰电脑。陈哥，我这还差2行代码。明天再写。技术是工具，规则是底线，良心是方向。回宿舍睡觉。看吧，陈浩那帮人已经彻底摆烂了。半个月后看他们怎么死。但他不知道我们这8小时的效率有多恐怖，因为休息充足，团队的大脑极其清醒，代码几乎零 bug， 逻辑极其精简。我将任务精准拆分到每个人，消除了所有无效沟通。巨大的显示屏上 ，A、B 2个模块的数据洪流正在进行极高强度的压力测试。陈总监，承让了。前10分钟，瑞光科技的 A 模块运行速度确实很快。甚至比我们的 B 模块快了 0.5秒。然而当并发数据量突破临界值的那一瞬间，滴滴滴，大屏幕上突然弹出一连串刺眼的红框 ，A 模块直接崩溃死机，而我们的 B 模块犹如一块坚如磐石的防波堤。李总，这就叫欲速则不达，靠压榨员工健康换来的所谓狼性，在真正的技术硬仗面前不堪一击。全场鸦雀无声，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就在我彻底立下威信，打赢这场效率之战时，一封来自星辰团队的天价邮件却悄然躺在了我的收件箱里。午后阳光正好，我端着咖啡，核对着工程进度表，电脑叮的响了一声，一封加密邮件攀了出来。发件人：星辰团队负责人刘峰，陈先生，院员以年薪100聘请为首席安全顾问，条件随意开，星辰给得起。我操，陈哥，100万年薪啊，还不封顶？咱们在项目办虽然安稳，但跟这数字比，差远了吧？怎么心动了？能不心动吗？100万啊！这要是放在3年前，你估计连夜买站票就去办入制了吧？是啊，要是以前那个为了20万奖金连尊严都能踩在脚下的陈浩，早就磕头谢恩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真不去，外头多少人挤破头呢？刘总，谢了。但我现在干的是国家的事儿，守的是城市的门。
钱再多也换不来责任。钱是个好东西，但有些底线比钱重，懂吗？通透。少拍马屁。下午的新人培训准备好了吗？早准备好了，都在大会议室等您呢。拒绝了天价年薪的我，将给这群刚出校门的天之骄子们立下怎样离经叛道的规矩。30多个刚入职的名校生正襟危坐，看到我，他们眼里闪烁着对技术的狂热。这场景像极了3年前刚进职场的我。各位，欢迎加入。我知道你们在学校都是卷王，习惯了熬夜敲代码，习惯了用拼命来证明价值。但在我的团队，第一条规矩就是拒绝无意义的加班，每天只准干8小时。你们手里掌握的是国家级项目的数据，我不需要你们用猝死来表忠心，我只要你们在清醒的8小时里写出零 bug 的代码，明白吗？明白了。陈哥，传达室刚送来一封信，地址写着市女子监狱。要不我直接扔了吧，陈哥，看着晦气。不用，看看他搞什么鬼。信上写着恭喜我当总监赢了赌约。看着这熟悉的语气，我冷笑一声。他说在里面每天被强制规律作息，一开始快疯了，但慢慢的偏头痘好了，失眠也没了。他现在每天6点准时看夕阳，第一次发现生活可以停下来。以前的狼性其实是一种病。信末字迹被泪晕开，他说对不起，欠我的20万有机会会还。我面无表情的将信折好放进抽屉，吧嗒一声上了锁。他写啥了？没什么，一个迟到太久的认输而已。走吧，下周科技峰会，赵主任下了死命令，让我去镇场着。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峰会即将开幕，面对台下那群嗜血的资本家，我将如何在这个大舞台上掀起风暴？1周后，国家级科技产业峰会现场，巨大的 LED 屏幕上打着醒目的主题“新常态下的技术与安全”。这场峰会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互联网网巨头、外包公司老板以及安全领域的泰斗。而我作为市智慧园区数据防御站的核心，是今天的开场演讲嘉宾。我在后台休息室整理着西装，小李和阿伟兴奋的满脸通红。陈哥，刚才我溜出去看了一眼，底下坐的那些大老板，平时一个个牛气冲天，今天都得乖乖听咱们讲课。不是吗？那个被咱们打脸的瑞光科技李总也来了，坐在第3排呢。一会儿别光顾着乐，把会场的录像设备检查好。陈哥，你真打算按昨天那份稿子讲啊？那一点面子都没给老板留，我怕当场得罪一大片。得罪就得罪，咱们代表的是规矩，难道还要惯着他们？有请市智慧园区项目办技术总监陈浩先生带来开场演讲。走吧，兄弟们，我没带演讲稿，因为那些话，我将用心里憋了整班上百年，彻底撕碎台下那群吸血资本家的伪善面具。有请陈浩总监上台发言。大家好，我是陈浩。在座各位肯定觉得能坐镇这个项目，绝对是个不用睡觉的拼命三郎。做技术的嘛，全靠熬夜出成绩。但就在3年前，因为暴雨我迟到了5分钟，前公司当众扣了我20万，那是给我爸做心脏搭桥的救命钱。你们喜欢把996包装成狼性文化，说白了，你们就是在用员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你们战略上的懒惰。陈浩，你少在这里装清高，全行业都在赶进度，不压榨潜力哪来的竞争力？靠榨干员工休息时间熬出来的代码，全是定时炸弹。半个月前，你们的系统在联合测试里直接崩溃死机，这就叫竞争力。那是程序员连熬3个通宵写错了内存释放函数，属于小失误。那叫草菅人命的暴力。疲劳战术不仅是对员工生命的漠视，更是对国家安全的犯罪。今天，这吸血的规矩必须改。陈浩，既然你非要砸大家的饭碗，我们几家已经决定集体退出2期竞标。我看你拿什么建系统？退出竞标，太好了，正好我省得挨个去查你们底细。你少虚张声势，没我们这几个大团队兜底，你的2期工程1个月内就得瘫痪。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所谓的狼性团队，就是逼着刚毕业的实习生凌晨3点喝红牛写 bug， 这不叫核心技术，这叫数字血汗工厂。你太狂了，惹毛了我们，以后在圈子里没人接你的单子。真正的顶尖人才早就被你们的压榨逼走了。2期工程要的是铜墙铁壁，绝不用你们拿压榨他人填出来的豆腐渣。行，咱们走着瞧，我看你那8小时团队能撑多久。顺便通知各位，明天一早园区就发新规，凡是不落实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的供应商，一票否决。
慢走不送。我撞开他们的肩膀，大步往外走。陈哥，你火了！陈哥，爆了，彻底爆了！什么爆了？服务器又遭攻击了？不是服务器，是你！你看热搜第一。我定睛一看，屏幕上赫然挂着一个红色的豹字，8小时工作制，拯救国家安全。昨天的峰会，有人把你的演讲全程录下来发网上了。陈哥，你现在是全网打工人的精神领袖了。我接过手机，往下滑了滑评论区，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大佬，站着把钱挣了。看哭了，我昨天刚因为拒绝无偿加班被主管批评，今天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到公司大群里。我们不仅要8小时，还要尊严。短短1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1亿次。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赵主任。小陈啊，看新闻了吗？你这把火烧得好啊，连市里的高层都惊动了。主任，我没惹麻烦吧？惹什么麻烦？这是大好事儿。相关部门今天上午刚开了碰头会，准备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用工时间的指导意见。咱们市智慧园区项目办正式被列为高效合规用工模范标杆。挂了电话，我看着欢呼雀跃的兄弟们，心里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站在舆论的最顶峰，功成名就的我，又将给自己的团队定下怎样的新规矩？下午5点55分，项目办的大办公区里，键盘敲击声依然密集。我站起身，走到办公区中央，清了清嗓子，手头的活都停一下，保存代码。陈哥，我这个模块马上就收尾了，再给我10分钟。不行，规定就是规定，差10分钟，明天早上再做。可是，没有可是，现在是5点58分，所有人收拾东西，准备下班。陈哥威武！下班，谁也不准再碰键盘，服务器定时备份已开启，都给我回家吃饭去。看着大家勾肩搭背地走进电梯，我才转身下楼，驱车回家。推开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耗子回来了，快去洗手，排骨汤刚炖好。今天回来的挺准时啊，没堵车。没堵，以后天天都这么准时。没有深夜催命的连环夺命 call， 没有凌晨3点被迫修 bug 的崩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着电视里的白噪音，吃着热腾腾的饭菜。午后，智慧园区的露天咖啡厅，阳光透过遮阳伞洒在桌面上。我搅动着手里的咖啡，对面坐着几个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实习生。陈总监，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问吧。我们私底下都在传，说您当时为了留在项目办，拒绝了星辰团队100万年薪加期权的 offer， 那是真的吗？您真的不后悔吗？另一个实习生也都竖起了耳朵，直勾勾地盯着我。是真的。为什么？100万啊，在体制内要干多少年才能赚到？因为钱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它买不到下班后陪家人的那几个小时。以前我也和你们一样，觉得拼命加班，拼命赚钱才能掌控生活。为了那20万奖金，我连尊严都能不要。实习生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如果你连每天休息的8小时都无法保证，那你赚再多的钱，也不过是给医院打工。只有真正掌控了时间，你才算掌控了自己的人生。我明白了，陈总监，我不加班了，我要在8小时内把效率提到最高。这就对了。曾经那场暴雨带来的屈辱与觉醒，最终将沉淀成我心中怎样不可磨灭的信仰。3年后，又是一个全城暴雨的清晨，狂风夹杂着雨水，狠狠地砸在智慧园区的大楼玻璃上。这场景和多年前我迟到的那天简直一模一样。我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皮鞋稳稳地踩在积水上，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办公大楼。大厅里灯火通明，再也没有人因为晚到了1分钟而气急败坏，大声咆哮。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收伞、排队打卡。我走到打卡机前，从容地拿出工爬，轻轻一刷。打卡成功，8点55分。早，迟到了就按规矩扣钱，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哈，那哪行？咱们现在可是全园区的规矩标杆。职场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剥削，也不是情绪发泄的战场，它是规则与智慧的较量。我收起伞，转身走向电梯，看着电梯门缓缓关上，
镜面里倒映出我平静的脸。我知道，我终于用这铁打的8小时赢回了尊严，也赢回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不是我不奋斗，而是我的奋斗只属于这8小时。这就是我的信仰。